我最近特别想吃鸡翅包饭，但是外面卖的基本用的都是冷冻的半成品，就是肉少饭还不香，所以我买了400斤全翅和一桌子海鲜，我打算在家做点炸裂版的鸡翅包饭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是用整根的鸡全翅去的骨，这样既能塞更多的米饭，又能吃到翅根上的那一块大肉。但是这么做的难度就在于翅中的骨头得跨过翅根才能取到，而且还不能把皮弄破，所以我们都是先掰断关节再剪筋去骨。这活后来干的特别像骨科正骨。就这些鸡翅去完骨之后，差点没给我们家那狗乐死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想明白怎么就稀里糊涂过上年了。这些鸡翅去好骨之后，放入足量的奥尔良腌料腌制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这包饭里边的饭不香。我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些海鲜取肉做成麻辣小龙虾口味的，再把它们做成海鲜炒饭塞到鸡翅里，这想想就特别好吃。不过这海鲜准备了这么多，米饭也一定会用到不少。好在我之前趁抖音618好物节活动囤了120斤柴火大院的五常大米，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左滑或者点顶部商城按钮进入抖音商城，现在满减再叠券，满300减80，买东西特别划算，省下来的钱都够我买这个大电饭锅的了。然后这炒饭我怕腻，就配了好多时蔬粒儿，但是这么多东西一起做炒饭，炒起来实在是太费力了，那给我家那炒勺都给干折了。后来给我干的直恍惚，我寻思明明应该是个黑作坊的活啊，怎么还在家炒上大席了呢？不过后来往鸡翅里塞饭才是最让我崩溃的，我没想到这活居然这么麻烦。就这活用裱花袋用漏斗都不行，就只能用大拇手指头往里生堆。我们需要先把炒饭塞到8分满，然后再把翅根那块肉塞进去，要是赶上有破皮的地方还得用牙签再给它缝起来。就干到这儿我算明白了，这玩意儿活该只卖半成品，要全在家自己做那得做死。但是烤的时候又出现了个新问题，因为鸡翅大小不一，家里烤箱特别容易给它烤炸了，所以我们又去夜市勘察了一下。在经过一番试探和交流之后，我学到了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，我直接干了个加盟。这些鸡翅我们最后都是炭烤的，然后还刷2遍蜂蜜水，它现在外面那层鸡皮是脆的，里边的肉和饭也特别入味。就这个鸡翅包饭吃的时候必须分3口吃，第一口要吃到上面那块满满的大肉，第2口吃到最绝的奥尔良鸡翅包海鲜炒饭，最后把翅尖嗦了干净，再喝瓶饮料打个嗝，真的特别满足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塑封冷冻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5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炸裂版的鸡翅包饭。就这东西要是等过2天端午节家里聚会拿出来，我估计今年我家可能是没人去吃粽子了。我昨天不让人掏老窝了吗？本来寻思今天得吃折螺呢，但是这帮老小子掏的挺干净，不光菜没咋剩，我看我弟家的烤箱和冰箱里的俩猪皮也没了。我一度以为这几个爹是借着聚会的慌他妈上我家上货来了。我以前觉着切蒜苗的声挺治愈，但现在它也治不住我了。我打算等会儿炒蒜苗的时候烹点云南白药，我这火上的可太他妈大了。汗毛给我燎掉了，这可他妈真是那个屋漏偏逢他妈连夜雨啊！家让人掏空了，汗毛还没保住。这排骨我原来是打算切成小块烹成蒜香骨吃的，气的也他妈忘腌了。好在这帮爹还给我留了点糖，烹成糖醋口吧，要不这可真是闺蜜一过帽子到货，哥们一来含泪拜拜。今天这饭非常好做，因为全看他妈家里还剩啥。也行啊，没得选就是最好的选择呀。家里剩的就整出这么几个玩意儿：蒜苗炒肉又炒蛋、炒豆角 C、尖椒酿肉、糖醋小排骨，还有昨天因为烫没拿走的 ST。我们哥俩今天只能吃这些玩意儿了，当他妈减脂餐吃吧。去你！我最近又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还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儿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得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得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
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现在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然后我原本还买了5个烤箱，打算做点烤鸡架吃，现在累的也不想折腾了。正好家里还有几个闲置的空调扇，都是全新的，就一起挂在闲鱼5块钱一个出给大家了。你们点评论区链接或者闲鱼搜狗送就可以了，一定要认准加 V 的，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不用的东西，也可以挂到闲鱼上卖闲置赚点钱。然后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，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得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姑昨天拉着我奶上市场囤了不少东西，说响应号召11不出门了，让我们也别去了，还让我求走不少东西。我说奶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自己吃喝都没问题。我奶说给你的东西是让你做熟了给我拿回来，我有毛病，我这么大岁数操心你们俩吃喝。我姑说你奶就说这玩意儿，那螃蟹和虾都是给你们俩买的，但这根牛尾巴不太确定，你就当一家一半吧。但这几根牛骨棒我敢肯定是他给自己买的，因为你奶站到那就走不动道了，我得10来年没看到他眼珠子放光了。和了点馅儿，给我奶包了100多个饺子，这些饺子应该够11保住我爷的了。家里剩个馒头，炸成丸子了，这牛尾煎起来奶香奶香的。我寻有头牛在我锅里下奶呢，还做了几个东北版的酸口粤菜啊，脑也酸的酸。这牛骨汤也贼香，这种肉汤在东北必须下面条。开了2包莫小仙的重庆小面，这个料包有点东西，红油辣子味儿特别正，而且它是挂面，就添点配菜，这跟外面卖的没啥区别。最主要是价格合适，这3块多一袋。我弟说这个必买，这半夜订外卖配送费就8、9块钱，咋吃都是一股土逼味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螃、小鸡、蚝香油、海粥、油大。玉猪脚、围子汤、广宝、玉猪胶饺、满碗、黄虾饺、稀髓、豉大排。我奶这骨髓可整过瘾了，管都不用了，全扒拉到碗里。他说我这煎饺不错，说吃完这个煎饺世上再无煎饺。但是我奶也有遗憾呢，他说我爸太忙了，要是我爸能拉他去市场，他高低还能拉回来2个肘子。孙子，给我来块肉。